哎，等一下，给你看个东西，这是我在海鲜市场上800块钱买的手机。800块钱的手机也能拿来自拍？不知道大家觉得这800块钱的手机自拍效果怎么样呢？其实手机摄影里面的这个领域，自拍一直都处于一个不太被重视的地位。这2年手机厂商在影像上疯狂的卷，又是计算摄影，又是1英寸大底，拉满的配置往往都堆在了后摄。于是很多人对于前摄的要求，好像大多都是能刷脸就行。但其实曾经有一家主打自拍的手机，它的手机在最火热的时候，曾经一机难求，甚至需要加价1倍找黄牛，原价3000块钱的价格能被硬生生炒到6000多，像极了前段时间的显卡。而这个在当年和小米一样难抢，和苹果一样贵的手机，就是美图手机。提到美图手机，也许大部分人都只听过它的名字，没有用过它的产品。但美图秀秀应该还是有很多小伙伴用过的吧？别看现在手机上面各种美颜相机一大堆，但是在10几年前，如果想要模仿一下自己的照片，那就只能用 PS 这种专业的软件。现在大部分人也都只是熟练掌握 PS 的安装和卸载。10几年前，那会用 PS 的人就更少了。于是，2008年，一个叫吴新红的人就带领他的团队创立了美图公司，正式推出了美图秀秀这种傻瓜式的修图软件。一下子吸引了无数人的喜爱。不知道大家以前会不会在 QQ 空间里面放很多自己的照片？那个时候的黑历史很大一部分都是用美图秀秀一键修图的。时间来到了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元年才刚刚过去不久，各个互联网巨头都希望进军手机行业，成为下一个苹果。美图也是一样，于是美图就在2013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台手机，这就是初代美图。我的这台初代美图用的是粉色的配色，哪怕是把审美调回10年前，也实在说不上好看。更不用说和同时期推出的老大哥 iPhone 5S， 或者是差不多价位的魅族 MX3 相比，除了外形一般，它的配置也是一言难尽。芯片用的是联发科的 MT6589，这是一颗怎么样的芯片呢？简单来说，同时期用这块芯片的手机，售价大部分都在1000元左右，甚至同年售价699的红米，用的还是它的加强版 MT6589T， 而初代美图的售价却是2199，这个配置加上这个价格，可以说几乎是把割韭菜3个字写在脸上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低配高价的手机，在发布后的1周就有超过13万人预约购买。究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这颗硕大的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要知道，在10年前，几乎所有的手机前置摄像头只能说是图一乐水平，能有一个200万像素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同年的 iPhone 5S 甚至只有120万，而初代美图却直接把前摄的配置拉到了和后摄同水平，甚至还配上了一颗富士通的图形处理芯片，好不好用另说，起码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很厉害了。这里呢，我拿一台比初代美图手机还要晚1年发布的 iPhone 6 Plus 来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自拍。它这两边现在都是原图的模式，你看美图它这个预览就很不错了已经，它在这里还可以调它的美颜等级，直接拉满。这里也可以调节一些设置，比如说点击屏幕拍照啊，或者是延时拍照之类的。然后这旁边呢还有一个拍照键，在这里，它按一下这里就可以拍一张。这样它就拍好了。可以看出来，美图的这张照片，无论是皮肤的颜色，还是画面的清晰度，都比 iPhone 好了不止一点点。除了手机在自拍方面配置拉满，美图的发布会也和其他品牌完全不同。在别的厂商都在聊跑分、聊芯片的时候，美图手机的整场发布会，除了在说自拍，就还是在说自拍。还别说，和现在的手机发布会，整场都在聊拍照，还挺像。不同的不只是发布会的内容，还有形式。别家发布会一般都是老板上台巴拉巴拉巴拉，美图的发布会却像是颁奖典礼一样，什么明星啦、网红啦，甚至还有娱乐记者。好家伙，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电影节的颁奖典礼呢。在宣传上，美图也非常的娱乐化。在之前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的那个价值2亿元的婚礼上，美图还专门为他们2个人定制了专属手机。依靠着精准的定位和网红明星的宣传，美图手机很快就吸引到了一大批喜欢自拍的女生的注意。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姐妹为了早点拿到美图的新手机，甚至愿意加钱到7、8千找黄牛买。从2013年初代美图手机发布开始，美图手机已经逐渐成为了公司的主要盈利点，甚至公司营收的90%都依靠手机来贡献。2016年12月，美图董事长蔡文胜带着美图代言人 Angelababy 在港交所敲响了上市的钟声。
美图的上市是继腾讯之后港交所最大的互联网 IPO， 市值一度达到了1000亿港币。按理来说，接下来的美图就算不能收购苹果，也应该可以继续小而美的发展下去。可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的美图，为什么最后还是离开了手机行业呢？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台美图手机最后的绝唱——美图 V7。也许是因为作为最后一台手机，所以美图 V7在硬件上难得的好了一回。芯片用的是骁龙845，摄像头就更是离谱了。一般的手机都是后置摄像头一大堆，前置摄像头1个或者是最多2个。美图它就反过来了，后置只有2颗，前置却塞了足足3颗摄像头，甚至还有2个闪光灯。这配置谁来的都得说一声离谱，好吧？而且这个后盖也是皮质的后盖，据说用的还是意大利小牛皮。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手机在晚上拍照时候的样子哦。你们看，它的摄像头两边呢是有2盏灯的，环境太暗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打开。而且它不是那种拍的时候才会开的那种闪光灯它是会一直这样子亮着的。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美图 V7 和今年安卓旗舰的自拍对比，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反正无论是我还是我妹，都是更喜欢美图拍出来的这个效果。美图拍出来的自拍就处于一种你知道它模仿过，但是模仿的又很真实，完全不是无脑的大力涂抹。简单来说就是好看。还有这个电影模式拍出来的照片就2个字：优雅。无论是从前置的闪光灯，还是前置摄像头远朝后置摄像头的配置，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图在手机上面所有的努力都只为了自拍。而这种对自拍的专注，既决定了他们的成功，也决定了他们的失败。在我看来，美图手机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方方面面的，但最主要的有2个。一方面是小众需求导致的低销量，前面我也有提到，愿意加价买美图的姐妹们，她们平时使用的主力机，大部分情况下依旧还是苹果。对于她们来说，美图与其说是手机，不如说是一个自拍工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图手机里面居然有一个 iPhone 遥控拍照。我们点这个连接呢，它就会有一个2维码，然后我们在美图手机助手里面这样子就连好啦。这时候咱们的 iPhone 就可以用来当监看或者是遥控器。而且更离谱的是我现在这样子拍完的这个呢，它就可以直接保存到 iPhone 里面，这太离谱了，好吧？但像他们这样左手苹果右手美图的人又有多少呢？在17年，美图手机的全年销售量是157万台，看起来好像很多，但是对于手机这种行业来说是完全不够看的。美图1年的销量对于小米或者是华为来说，只要1周就能完成。另一方面是非常薄弱的技术壁垒。虽然美图手机的自拍看起来确实很好，但对于小米、华为或者是蓝厂、绿厂来说，自拍这件事只在于想不想做，而不是能不能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出现了许多数都数不过来的美颜软件。算法也一个比一个强，各家手机的前置摄像头也不那么摆烂了，美图手机的优势也就不再那么明显了。最终，这款4799起步、最高10888的美图 V7还是没有力挽狂澜。而在这之后，美图也把手机的业务和相关的技术全部授权给了小米，但拿到授权的小米也仅仅只是推出了一款 CC9 的美图定制版。直到去年，美图从小米手中拿回授权，新一代的美图手机也从没出现过。其实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是，哪怕直到现在，在美图手机的官方微博下，也还有一些忠实的用户在期盼着美图能够继续推出下一款手机。我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美图这种明显高价低配的手机无疑是智商税产品，但是对于那些喜欢美图的用户来说，美图对于自拍上的极致研究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对他们来说，自拍拍的好看，往往比原神多跑30帧更为重要。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